上回书说到，湘北与强队三浦台的战斗开始，湘北首发阵容被三浦台虐成菜鸡。在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14分钟的时候，安西教练换上了湘北最强阵容，将三浦台摁在地上摩擦。上半场结束，湘北以42-24完爆三浦台。但三浦台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那就是身高196公分、体重155千克的前橄榄球队员内藤铁也。拥有和其余大魔王一样的发型的内藤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他将橄榄球技巧完全搬到篮球中，上场之后横冲直撞，又接连得分，形势不容乐观。光头强内藤不光身高体阔，100米速度甚至可达11秒左右，和樱木一样是个天生的运动天才。这样的身体素质到了篮球场上，简直就像进了儿童乐园，非常游刃有余。他加入篮球队刚1年多，同样仅进行了基础训练，虽然技术一般，但天赋过人，已经成为三浦台不可多得的前锋。这个家伙虽然和樱木一样是新手，但是比樱木更有头脑和战术，连续3次骗樱木犯规均得逞。所有人看着樱木一脸懵逼的样子都很焦急。赤木厉声道：“要我说几次你才懂？对方是故意引你犯规的，不要上他当。”樱木很不服气：“我要以牙还牙！”赤木怒斥：“蠢材，这又不是打架！”樱木瞥见场边的安西教练，连忙赔笑脸。安西教练暗示樱木一定要忍耐。他智慧的眼神已经看穿了三浦台的目的，并偷偷思考应对方法。三浦台队长村宇派光头强去防守流川枫，湘北10号那个红头发，就算5次犯规被罚下，对湘北得分也没什么影响。关键是搞定11号流川枫，但三浦台轻敌了，他们还不知道流川枫的实力。村宇拿球，樱木与宫城围上去左右夹攻，村宇将球传了出去，流川枫在空中抢断，光头强立即扑上去防守流川枫。流川枫从光头强腋下一个抛投，球稳稳入筐。光头强气得直咬牙，以他的初学者的实力想防守流川枫还是天真了。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。宫城告诉樱木，别赶那个9号光头强了，把他交给流川枫处理，你只管盯紧4号村宇。樱木自然不甘心，才子提醒樱木要听从宫城指导。三浦台第2轮进攻开始，光头强急了，逮住机会就要投3分，球弹到篮筐飞了回来，流川枫闪到光头强前面，死死将他卡住，牢牢控制了篮板球。湘北快攻，球从流川枫手里传到宫城手里，接着又经过三井传给了赤木，直接将樱木掠了过去。赤木拿到球起身就是暴扣，湘北得分，全场欢呼，只有樱木一个人拉着脸，他比三浦台的人心情还差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三浦台太轻敌了，不仅轻视了樱木，而且轻视了流川枫，居然派光头强这个新人去防守流川枫，企图故技重施，拖流川枫下水。看台上的仙道一眼就看出端倪，以流川枫的水准根本不会上了光头强的当，而且流川枫很快就看出了光头强的弱点。确实他人高马大，体力惊人，但和陵南鱼柱不同，这个家伙是个新手，太过于依赖力量和速度，拿到球只会像橄榄球打法一样直线向前冲，如此一来他的左右方就显得非常薄弱，很容易被抢断。湘北除了樱木，其他人都已经发现了光头强的弱点，光头强再也防不住任何一个人。三浦台以46-57被湘北甩开差距，位于看台高处的木神直接下了诊断书，这局比赛结局已经定了。三浦台教练原田坐不住了，光头强的弱点已经被流川枫暴露了，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子这么不中用。这时海南大的2大台柱子神宗一郎和青田信长来到现场，还没看到比赛的时候，神宗就有了定论，湘北一定比三浦台要强。青田本来不屑一顾，来到现场一看吃了一惊，湘北居然把三浦台打了个100-47，强势的进攻让陵南鱼柱也捏了把汗。幸亏今天来看比赛了，湘北比想象中强多了。后半场马上就要结束，湘北虽然已经比分拉开很多，但依然没有放松对三浦台的警惕。宫城拿到球一顿快攻，三浦台双人夹击，宫城再次用出非常漂亮的背后传球，球到了樱木手里，樱木窃喜，终于可以表演最精彩的大灌篮了。这时三浦台村宇跑过来防守，紧紧贴着樱木，在裁判看不到的时候用膝盖狠击樱木大腿，这是他最拿手的招式，又阴险又肮脏。樱木气不过，转身一个肘击，裁判吹了樱木第4次犯规。三浦台得意洋洋，流川枫沉默不语，谋划给樱木报仇。轮到三浦台反攻了，逮住一个机会，直接3分球。流川枫飞过来一个盖火锅，宫城以闪电侠般的速度拿到球回传给樱木，樱木与光头强飞奔争球。考验2人身体素质的时刻到了，樱木明显略胜一筹，在篮球飞到眼前时，他跳出了震惊全场的高度，将球死死控住，接着毫不犹豫的带球冲向禁区，拉开距离后起身大灌篮。突然一个乳弹出现在樱木视线里，光头强爆发了。樱木本想隔着光头强暴扣，不过不幸的是距离没有掌握好，直接在光头强的头上来了个暴扣，光头强被扣得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。裁判吹响哨子，樱木被罚下。三浦台的人围过来指着樱木痛骂，樱木求助赤木给自己求情，赤木本想和裁判争论一下，这并不是技术犯规，裁判直接破口大骂，不管是不是技术犯规，已经犯规5次了，罚下罚下。樱木太委屈了，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比赛结束的铃声响起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湘北以114比51的压倒性优势完胜三浦台，拿下预选赛第一局的胜利。比赛后，樱木军团又找到了新的乐趣。樱木一夜之间多了2个外号：零分大哥和退场王。他不服气的和高公望扭打起来，打着打着，突然一股忧伤涌上心头，转身离开。一想到自己比赛时候被罚下场，樱木就感觉无颜面对晴子。但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，走着走着，樱木就看到晴子等在前面。樱木吓了一跳，连忙背过身去，羞愧难当。晴子却不断的鼓舞樱木，他告诉樱木：“你是第一次参加比赛，没法随心所欲的发挥也是正常的，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适应比赛，以后会更好的。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打出一场好的比赛的。樱木是我找来的，我是绝对不会看错人的。”樱木备受鼓舞，都说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优秀的女人。樱木每一次进步都有晴子不断的鼓励，樱木能成功，晴子占一半功劳。湘北第2场比赛很快开始了。这场比赛对战的是角群，从时长上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队伍比三浦台还要拉。不过与上一场比赛不座，这场比赛居然座无虚席，因为上一场和三浦台的比赛让湘北名声大噪，很多人都慕名来看这匹高校联赛的黑马。顺便看一下传说中把球扣在别人脑袋上的红发怪人樱木。首发阵容，默默代替樱木先行登场。当湘北拿到一定优势了以后，湘北教练派樱木上场学习经验。结果不出所料，樱木再次无次犯规被罚下，没有拿到1分，观众们都很满足，这门票值了，看到了江湖最负盛名的退场0分王。最后，湘北以160比24拿下第2场比赛的胜利。赛后，才子不断鼓励樱木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经验，只有积累到经验，慢慢就会明白的，绝对不能操之过急。樱木郁闷极了，一想到晴子充满鼓励和期待的眼神，他就觉得万分惭愧。当天晚上，樱木找到赤木家里，他请求教授自己不会犯规被罚下的技巧。赤木真正的告诉樱木，世界上根本没有不被罚下场的秘诀，再厉害的人也有被罚下的经历。犯规和防守就像隔着一层纸一样，防守也是需要苦练的，每天做的步法练习就是防守练习中的一项。这种基础训练偏偏是樱木最讨厌的。对于樱木，核心的方法只有一个，不要总想着得分出风头，在防守时不要让对方有机可乘。樱木听得稀里糊涂，失望而归。但赤木对樱木的评价很高，他被樱木肯努力学习的态度打动，这是个有骨气的男人，掌握以后比赛的关键就靠他了。樱木离开赤木家，百无聊赖地走在街上，经过湘北篮球馆的时候，樱木看到灯还亮着，打开门缝一看，里面居然是流川枫。每个天才的背后都少不了汗水，人人都说流川枫是天才，但他展示给人的天才一面，只是他疯狂努力的1/1000。樱木深受鼓舞，拉开门大喊：“下场比赛我绝对不会被罚出场，而且我一定会拿到比你更多的分。”说完，樱木扬长而去，留下流川枫一个人凌乱。为了迎接接下来的比赛，三井寿特意去医院查了查膝盖，本以为自己不会再来这里了，没想到千回百转，自己又回到了湘北篮球队。医生告诉三井，他的膝盖已经完全康复了，打篮球是没有问题的，这让三井松了一口气。一想到自己今后要面对无数强敌，三井斗志昂然。回去的路上，三井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个人也注意到了他，竟然是以前一起混街头的不良少年铁男。自打上次湘北篮球馆一战，三井和铁男再也没有联系过。铁男瞥了三井一眼：“你那个头发怎么回事？看起来像个运动员，不过这个样子看起来比较适合你。”追捕铁男的警车来了，铁男掐灭了烟，骑上自己的大哈雷：“再见了，运动男孩。”第2天的训练，樱木还是控制不住的不断犯规，才子频频对樱木吹哨子，搞得他很难受。为什么三井寿那么暴力的人都不犯规，偏偏总是自己犯规？晚上回家的路上，樱木一直在纠结犯规的事情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赤木家。樱木本想转身离开，可是他不想输给流川枫，很纠结要不要再找赤木聊聊。屋内的晴子发现了一团红头发在自家院外飘荡，一猜就是樱木。樱木好强要面子，不肯和晴子说实话，但细心的晴子早已看透了樱木内心的窘境，主动提出来帮助樱木进行1对1特训。早上还是熟悉的海边，还是熟悉的篮球场，晴子的暖心特训开始了。正如赤木所说，犯规与防守只隔了一层纸，好的防守相对的就会减少犯规。晴子充当进攻方，训练樱木防守。第一次樱木断球不小心触摸到了晴子的手，虽然犯了规，但樱木心里乐开了花。第2次樱木就有点故意找茬了，居然双手去推晴子，明显有揩油之嫌。好在赤木一路尾随，看到这一幕跳出来就是一个大逼斗，你小子果然在泡我妹子。赤木将哨子丢给晴子，角色互换，晴子来做裁判，赤木充当进攻队员。樱木气得要死，赤木非常冷酷地说：“我不许你的脏手碰我的宝贝妹妹。”樱木虽然很不甘心，但还是按照赤木的指示展开训练，打手、踩脚、撞人。樱木还是不断犯规，赤木一边进攻一边教导：“不要只靠手抢球，也要运用脚步移动，不要只看球，要注意对方的全身动作。”因为在短时间内无法吸收赤木的这些话，又气又急。赤木摇摇头，今天到此为止，防守要靠长年累月的积累，不是速成的。樱木很急，
明天就是第3场比赛了，还怎么积累？赤木突然停住脚步，秘诀嘛也不是没有，那就是用眼神杀人。樱木一听来了灵感，这不就和打架一样吗？先用眼神恐吓对手，对方会突然被吓得愣住，然后再一记头锤必杀，这就是我天才樱木最擅长的方法呀！樱木洋洋得意，明天的比赛自己不会再输给流川枫了。赤木悄悄告诉晴子，这是骗人的，不过告诉他一个办法，总比让他胡乱尝试要好吧？毕竟眼神不犯规。早上的特训结束了，樱木开开心心的去上学，一路上逢人就猛抛眼神，别说这效果真不赖。樱木对第2天的比赛更有信心了，眼神杀人这方法确实好用。第2天就是比赛了，赤木、木木、三井作为3年级的学生，这次高校联赛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能参加全国大赛的机会了，谁也不想错过。